字打在公屏上。来，开始了，同学们，咱们开始练基本功了啊。太极拳当中的基本功，最原始、最重要的基本功，来，同学们，两个螺旋，一是大螺旋，二是小螺旋。也就是我们常说了，老师啥叫当走后弧？老师啥叫当走八字？怎么做好这些东西？同学们，今天老师用咱们基本功，让大家明白三个重点。第一个，什么叫做节节贯通？第二个，什么叫做欲左先右？第三个，什么叫做脚下生根？好，那么大家稍等一下，老师拿一个小道具啊，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的基本功内容的教学，跟上老师的节奏，咱们一起来开始我们基本功的内容啊。好，首先基本功想要做好咱们的大螺旋，来，同学们，三个字，大螺旋啊。我们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先掌握第一项内容，叫做屈膝后坐，屈膝后坐。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坐不下来。今天上午呢，老师跟大家说了一个点儿，我们在后坐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让你去用屁股往下使劲儿，而是让你的肚子带着你的腿往上使劲儿。所以同学们，凡是蹲不下去的同学，凡是坐不下去的同学们，现在将你的意念放在你的小腹，想象你的两脚不离地，再向上抬腿。用你向上抬腿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下落，两手可以放在你的大腿上方，来主动的向上抬腿，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个下落。你会发现你的臀部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漂亮且标准的圆裆屈膝后坐下沉。来，同学们，感受到了给老师扣一个小一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打拳时必须要保证圆裆屈膝后坐下沉。蹲不下去的同学，想象自己的腿在脚不离开地面的时候，用肚子往上抬腿，把你的重心直接落下去，你就坐下来了。好，那么第二个点，同学们听好啊，每一次的下蹲后坐，你都要保证第二个条件要做好。我们在练陈式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两脚脚尖的方向是小于等于45度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好膝关节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膝关节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对应在你的2、3脚趾的位置上。所以屈膝后坐，圆裆下沉，这就是你打拳时要有的一个身法身架。这就是你打拳时要有的身法身架，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圆裆屈膝后坐下沉。好，来，同学们，随后跟着老师来到第二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说的大螺旋。老师，什么叫大螺旋？听没听过当走后弧？好，同学们，谢谢暮雪流年姐姐送的大墨镜啊，感谢。那么咱们在练功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听到当走后弧，第一个反应是啥？屁股往后画弧线，就这样摇起来了。那么老师来告诉你了啊，来，波波老师再来啊，咱们今天再演绎一下上午的那个事儿。好，波波老师，圆裆屈膝后坐下沉，蹲好。当我们在侧面给大家看啊，来。圆裆屈膝后坐下沉，坐好坐稳以后，好，当我们人躺到他的屁股下面，从这儿到这儿，这儿是一个 U 字形的弧线，看到吗？好，躺下来，抬头看他的屁股下面是一个 U 字形的弧线，所以这个时候膝盖又朝着脚尖。好，来，同学们，丰满性感的屁股看到了吧？来，左移重心，右移重心，左移重心，右移重心，他腰没动，只是做了一个移重心。来，告诉老师，屁股走的什么弧线？好，撤，棒。他的屁股走的什么弧线？你笑什么呢？就屁股走的什么弧线？懵逼了。对，雨后看花姐姐说的很好，他走了一个后弧。所以什么叫做当走？没有疤呢，日丽姐姐还没疤呢。所以他的屁股走了一个什么后弧线，对不对？好，后弧线一旦出来的时候，当在哪？两个定担子的中间啊，两个定担子的中间，在我们会阴的位置，这个位置叫当。所以当我们圆裆屈膝往这一坐，你就会出现一个，谢谢我的爱徒送的我的笔芯，爱你啊！祝我爱徒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进，打三江。来，继续往后走。好，后弧在坐稳之后，你的左右重心转换就会形成一个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弧线。所以后弧需不需要大家拿屁股乱动？来，第一个易错点出来了。
大家打拳时，哎，拧屁股掉腰，问题出在哪儿了？大螺旋的重心转换没有做到位，形成了以你的腰椎来回乱晃扭屁股形成的错误现象，那么常见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基本功大螺旋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同学们？大螺旋做好了，屁股就不扭了，就形成了腰胯、臀胯与地面形成平行，左右两边重心转，这叫大螺旋。来，助理，波波老师再来一次。好，那走，咱们第一个重点呢，就需要大家去把大螺旋练好，每天找个时间，一天呀磨上个10分钟啊，把这个大螺旋10分钟给它练好练会。然后什么时候叫大螺旋到位呢？来，同学们。小腿立木顶千斤，7个字儿啊，7个字儿，把它记到心里面。当你走弧线的时候，重心到小腿上，这儿上下垂直地面，好，这儿上下垂直地面，做到小腿立木顶千斤，即是大螺旋到位的情况。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易错点，在移动重心时，千万要切记，不要出现这种顶胯的情况啊，往这一走，往这顶，往这走，往这顶，顶啥呢？不用顶啊，保持肩与胯的上下相照，左右正常的重心转化，明白了没有？所以说，大螺旋的要求点、细节点就在于这儿。来，第二个节点，来小螺旋，助理宝贝来一下。在正常的程式教学逻辑当中呢，其实小螺旋要比大螺旋难。但是好多同学呢说，老师像大螺旋比小螺旋难，错了，小螺旋比大螺旋稍微难一点。为啥呢？因为小螺旋它有不同的场景应用。首先，我们如果是重心在两腿中间的时候，来屁股往后坐一点。什么叫小螺旋？左胯相合，腰向左转；右胯相合，腰向右转。好，保持你的两膝在方向位置不动的时候，脚尖朝向相同的时候，往左或是往右，它不动膝盖，动你的两侧的胯根儿，动你的髋关节，这叫做小螺旋。好，请。那么这个时候呢，小螺旋容易出现哪几种问题呢？波波老师示范的是正确的，那老师给你示范错误的啊。第一种就是当我们的重心稳定在这儿以后，往右转腰跪左膝，往左转腰跪右膝，从而没有形成合左胯右胯打开、合右胯左胯打开的这种灵活性的圆转。怎么办呢？同学们，小螺旋要符合最重要的一个点，叫做逢转必沉。我们的腰胯在向左转的过程当中，左胯相合，右胯要适当性的上下折叠，因为这是一条斜线，所以你左转腰，身体要微微的放松，往下落一下，就是往下坐一坐，你的膝关节才能定到脚尖方向，从而保证你的膝关节不内扣不外撇。大家记住了吧？那么我们伤膝盖的时候最容易伤到哪了？就是最容易伤到膝盖内侧、膝盖内侧、膝盖内侧两个胯在合和开的时候没有下沉作为前提条件，从而导致了膝盖内扣、拧膝跪腿的问题。记住了吧？好，那这是小螺旋的最基础的一个容易伤腿的情况。大家记住，来给老师打上2个字，记住啊！咱们稍后会给大家去讲第3个点，小螺旋跟大螺旋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学好2个基本功就能够有预左先右、节节贯穿，还有咱们的什么松柔转换？就是因为这俩东西呀，串透了从起势到收势的所有动作。来，波波老师来啊！那现在呢，大家来看，小螺旋也知道是啥了，大螺旋也知道是啥了。来，再侧一点，再侧一点。那现在我让波波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大小螺旋的连接啊，大小螺旋的连接。来，看看别动。好，现在大螺旋重心向左移动，来，腰向左转。好，来，现在波波老师现在是一个你再侧一点，感觉重心看着不清晰。哎，小外八。好啊，同学们看啊，来，宝贝儿把我教鞭给我。啊，我们波波老师经常去玩这种 SM 的东西。啊，来，好，同学们啊。现在波波老师呢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来，先大螺旋重心右移，好，移到这儿，保持稳定，好，逢转必沉落，
他犯了一个，朋友们看到波波宝贝犯了一个什么问题了没有？重心到达右腿的时候，腰向右转，能不能把重心回到左腿上？能打能，不能打不能。哎，对，这才对劲儿。抽一下啊！好，朋友们，这就是咱们的正确运动啊。当你重心来到右腿以后，别动，来到右腿以后，腰胯向右螺旋。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腰向右转，重心往左腿回。所以波波老师刚才犯的第一个小错误，对不对？好，来保持腰的方向，重心向左移。好，重心到左腿来，合左胯，腰向左转，螺旋下。你看它的重心，看到没有？该板子了，哎，这才对，是不是？所以同学们，来，波波老师起来啊！我们容易犯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做大小螺旋的时候出现了重心刚到位，螺旋的过程当中，你的下沉因为腿部的力量不足，从而形成了一个重心右腿好走，又给它做到左腿了。这一般是两种原因，第一种下盘支撑力不足，第二种两侧的腰胯运动不连贯不灵活，从而导致了缝转的过程当中下沉不下去，只能怎么样？又往中间回了，这叫回重心，第一个问题啊。但这个情况呢，它不伤膝盖，但是有伤美观。为啥有伤美观呢？你看懒扎衣本来打开之后是一个立身中正、非常漂亮的身法动作，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法动作，但是你一摆开一走，它就不好看了，是不是？所以它不伤膝盖，但是它有伤你的美观，知道了吧？好，这是第一个常见错误。来，第二个常见错误，你要再犯错，不是托啊，他不讲话的真不托，气死我了，下播你完了，我跟你说啊。第二个常见错误呢，就是大家看啊，重心向左移动，好，向左转腰，保持螺旋，好，稳定。来，现在呢，向右移动，腰向右转，保持螺旋，来转，合住，好，来波波老师，第二个问题。你膝盖有点顶啊，疼不疼？疼，下去，来走。好。来，同学们，第二个问题也是波波老师犯的，什么问题？就是老师说了，移动重心时要做到小腿立木顶千斤。为什么顶千斤？它的重心，波波老师刚才移重心的时候，重心移到位，怎么样？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是膝脚踝这个位置是一条线，看到了吗，同学们？是垂直的。但是波波老师做了个什么？顶跪的，这个原因它很伤膝盖，它伤哪里？打完拳之后，你的膝关节的上方跟下方会出现最常见的疼痛，就是这个位置。波波是好处，那相当好的啊，把我教的东西都忘完了，他都啊，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会产生疼痛，也是你打完拳之后膝盖肿胀的一个大原因啊，一个大原因。同学们记住了，打上两个字，记住。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不要出现膝盖超伸的问题，来保证膝关节跟脚健健康康的。好，这是第二个现象。左上角福袋已放放，过了，对，过了，过了。来，宝贝们，左上角又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先领福袋，再跟老师继续往后走啊！来，同学们，再捡一波福袋啊！怎么防止跪膝呢？小腿立木顶千斤啊，百合宝贝啊！所以同学们，你为什么说出现了这种膝盖肿胀、膝盖顶膝的难受？那不就是移动重心过劲儿了吗？是不是？好，来回到我们的，你先坐那，等会儿我给你讲完，我再让你上来做啊。来，同学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部分，在我们练习咱们重心转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细节点，当重心一旦到位了，朋友们听好啊，怎么报名？左上角点击老师的头像啊，然后私信老师。去了解报名和内容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来再看老师的腿法啊。当咱们的重心左右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到的第三个错误，好，看好，就是在大小螺旋连接的过程里面出现了腰向来，重新做腰向左转跪右膝，腰向右转跪左膝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逢转必沉没有做好。看到了吗，同学们？逢转必沉没有做好，所以就会出现跪膝的情况。好，这三个点咱先过，咱不聊别的东西啊。来，波波老师过来一下啊。现在呢，老师带着波波老师给大家拿屁股写个字儿，看看大家能不能认出来这写了个什么字儿。侧面啊，来，脚尖里合一点，腰胯内收一对，好，来，左移重心。向左转腰，看波波老师的屁股啊！来，右移重心，保持身体的方向不变。来，
右转腰，来走，左移重心，左转腰，右移重心，右转腰，好，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咱且不说他的这个膝关节是不是在乱晃啊，咱就且说一个事儿，他屁股是不是画了个疤？你不行，我躺你屁股底下，你坐一会儿看看。不是这样，那不行。对，是一个八字。所以同学们，你的当走八字其实就是在通过大螺旋跟小螺旋进行了一个组合，来形成了一个八字的缠绕方法，是不是？所以同学们，你说当走八字，它就不需要屁股在地上再扭来扭去画八字了，知道了吧？做好你的大螺旋跟小螺旋，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且工整的当走后弧加当走八字。来，同学们记住了，打上2个字，记住。那为什么老师跟大家说，老师，凭什么你敢说学会这俩基本功，你就知道了太极拳当中的欲左先右和节节贯穿了？来，同学们记住了，打上2个字，先打记住啊！左上角的福袋没有参与的福袋的同学们，给老师参与一下，还有7分钟啊！老师喝口水。接下来，咱们的波波老师，大家应该是从我在这个地方做直播，一直都认识了波波老师。我在这儿做直播，一共4个月了吧？波波老师从跟我熟到上镜，满共大家见了不到2个月，对不对？好，同学们，2个月的时间，我让他正儿八经教的，可能教了2天啊，就教了2天。我让大家看2天的学生能够找到当走后弧和当走八字的核心重点啊！这小棍儿真好使。好，喝口水啊！哎呀，感谢家人的支持，送个小棍儿啊！给，不用了，拿着都忍不住。好，来，现在波波老师过来一下啊，咱们呢就用通过刚才的方式，你说老师啊，你看，下面呢我通过大螺旋跟小螺旋。大螺旋为重心转换，小螺旋为腰当螺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来给大家去讲。波波老师没练过几天啊，我让他用大螺旋跟小螺旋的方式，先给大家去展示出来什么叫做欲左先右。好，来波波老师打个懒扎一出来啊。好，对，先打，我让你先从金刚捣再打懒扎一啊。对，好。你大家一看他的身法就知道他是个小白。来走，螺旋穿掌，翻掌外蓬，好，跨圆提膝，开步合手。对，先走后弧，再走螺旋，是不是小白？同学们，这一看就是小白的身法，对吧？硬僵，然后不连贯，不流畅。但是呢，他的架子很正，很正。来，波波老师，现在呢，你做提膝开步合手。来，同学们，为什么跟大家说来合手开步啊？走。为什么说开呀？为什么说做好大小螺旋即有欲左先右？看到同学们啊，现在波波老师的裆胯是圆的吧？开右步的时候是通过螺旋开的右脚吧？好，同学们，老师来问大家。咱需不需要再松一下，再去向右移重心？答案不需要。为什么？看啊，重心直接走大螺旋，上身别动。朋友们看啊，走大螺旋进重心，回来，走，回来，走，回来。好，同学们，他的手动了没有？手自己没有动，但是他的重心做了一个什么？从左往右的大螺旋，右手2手欲右先左，转腰来，转腰白掌打开，往右转，好，结束。看见了没有，同学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把懒扎一给大家看一次，就结合刚才教的大小螺旋。小螺旋腰向左转，大螺旋重心右移；小螺旋腰向右转，大螺旋重心左移。左手上领，右手下捋，提右膝，螺旋开右步，放松下沉。好，先走大螺旋，再走小螺旋，回正下沉，定势相合。同学们，拳架是不是老正？为什么正？因为大螺旋它有一个特点，来，同学们，
提起我们的小耳朵，记清楚啊，大螺旋的特点。重心向左移动时，身体会微朝向于右斜前方。大螺旋重心向右时，身体会微朝向于左斜前方。来，记住打，记住。好，当我们螺旋开完右脚以后，腰胯是一个圆裆屈膝的过程。好，大螺旋向右移重心，欲右先左，手没动。小螺旋转腰外蓬。好，老师再把这个动作再给你拆解一下。大螺旋进肩，小螺旋进肘，放松稍节，摆手。好，肩靠，顶肘，摆掌，节节贯通。大螺旋接小螺旋。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斜行，提膝开步，右手为什么会向后折叠？因为大螺旋欲左先右，小螺旋下沉相合。看出来了没有，同学们？你所有的老架一路当中的任何动作，都是在通过大螺旋跟小螺旋的基本功，对。再形成先进肩，再进肘，先领手，再相合，全部都是以身带手。那么这个地方，老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如果你练拳，有人给你讲重心平移，你觉得那个人该不该嘎？该了，给我打个该。我听到最恶心人的教学就是太极拳打拳时要平移重心，那真该死啊！那种人啊，那是真气人呀！那他膝盖给你练坏，一点螺旋没有，给你练了浑身都是僵硬，嘎嘎嘣嘣的，那真气人！我跟你说，所以说基本功的过程，太极拳就没有直线，没有平面，全是螺旋，全是弧线，全是立体，它怎么可能会让你走直线平移重心？那听真，我都替你们生气。所以同学们，你看啊，到这儿重心不是在右腿吗？看走，先走大螺旋，再走小螺旋。那右手怎么上来的？大螺旋，小螺旋，欲左先右，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节节贯通。同学们，这个基本功你要学会了，是不是少走10年弯路？是，给老师打是。累死我了。那当然，喜羊羊，你龙哥就想让你们知道了明明白白。点关注啊！没点关注的宝贝们一定要点上关注。哟，谢谢宁静，我快接。好，点关注进加。要不然直播回放我一个人看了。对，所以同学们，如果你们不点关注、不加粉丝群，那直播回放就让波波老师一个人看了。对，我回去还要一起。你想好同学们啊，你们要是不点关注、不点赞，你不进粉丝群，那之后的那个东西可都归波波老师了。所以呢，同学们，老师讲的内容干不干？是不是很实用？那么大家总是说老师，谢谢我静白姐姐送大墨镜。很多人说老师呀，你的教学当中啊，真是太干了，但是我有时候没时间跟。来，快点！你没有默契呢，牛了，没默契呢，怎么？下播吧，真没默契，真没有默契啊！这个人气得我绣话都会说了。所以同学们，老师来问大家，咱们直播队也上干货啊！这牛真没默契啊！所以老师跟大家讲，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多少人对上链接啊？同学们，地平写好打在公屏上，开玩笑，不是地，不，地平写完。咱们呢，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有很多同学还是在跟着网络上碎片化信息的东西，在给大家做在做学习，是不是？所以同学们，听好，买课，现在今天就能跟着老师上课，有田宝贝，今天就能跟着老师上课，有任何的问题及时跟老师在咱们社群里面提出来，好不好？好，同学们，老师再给大家去上一次咱们的这个老家一路的课程啊，来，注意往下走一走。老师呢给大家说啊，咱们的这个线下。